早晨7点堵车，中午12点堵车，5130米东达山堵车，凌晨1点还有堵车。从上一集过来的朋友知道啊，我们的最强川藏大巴从成都一路向西，夜宿巴塘德达乡。本集风景依然美丽，但路途状况更加复杂。Vamos！ 第二天早上5点钟起床。好了，兄弟姐妹们，清晨5点半，豪华中式早餐续命了。6点钟，天有一点亮，特种兵班车已经出发了。没多久就开始堵车，原因是前方的列伊隧道施工，列伊大桥也在施工，这是川藏铁路雅林段93座大桥之一。给大伙儿看看施工现场吧。1 hour later， 司机师傅说不等了，抄小路过去。不一会儿，重新驶上了318，向着巴塘全速进发。哪山隧道今天不堵车，畅通无阻啊！出隧道以后呢，海拔迂回降低，来到了墨多乡。它的藏语意思为战胜饥荒的地方。来喽，318上的四川最后一线巴塘县城修得真漂亮。地理爱好者的狂喜瞬间，巴楚河与金沙江的交汇处，泾渭分明，一目了然。金沙江是川藏的界河，很快就要过河进入西藏了。对面已经能够看到昌都欢迎你的标语。欢迎你，这儿那边就看到四川欢迎你，这边就看到甘孜欢迎你，四川欢迎你，欢迎你。跨过金沙江大桥，正式进入西藏。第一站昌都市芒康县，检查站是肯定要过的。过了芒康检查站，车翻过海拔4129米的宗巴拉山，就到了芒康县城。在这里，第一次有乘客到站下车，然后翻过海拔4376米的拉乌山，开始一路下坡。山腰上停车吃饭，这家店真的不错。38块钱一份的蒜苗回锅肉，下了2碗饭。吃完饭，很快就经过风景如画的如美镇，澜沧江河谷别有洞天。通过竹卡大桥，我们的宇通大巴以一种空客 A380旱地拔葱的气势，陡然爬升，向着绝巴山进发。坐在左边的乘客看着悬崖，发出阵阵惊叹。30公里的绝巴山盘山路，近2000米的相对高差，成了川藏线上最难爬、最费时的一座山。如果绝巴山隧道通车，你会选择走隧道，还是继续翻山呢？今天的第2次堵车来了，风景最美的一次，有点小桥流水人家的韵致。1 hour later， 今天的第3次堵车，川藏线上的第一海拔5130米东达山垭口，浩浩荡荡排出几公里的队列，高海拔把一车人都堵睡着了。2 hours later， 车终于开动了，翻过东达山，开始拐弯下坡。来到左贡的时候啊，天色阴暗，大雨滂沱。离开左贡的时候，又艳阳高照了。好天气难道预示着我们今晚能看到星空下的然乌湖吗？又堵了，前面塌方了，唉。later， 娃娃机开过全是灰尘。玉区是怒江中游左岸1级支流，班车沿着玉区行驶，摸黑到达昌都邦达。邦达镇海拔4000多米，但看起来还挺繁华的。不知不觉，车子已经进入怒江72拐。最近怒江72拐白天修路，傍晚才放行，所以晚上的车特别多。晚上也看不见怒江和悬崖，就看见车子一辆一辆的拐来拐去。
默默拴紧了安全带。要小心。路过8速县城以后，本以为再也不会堵车了，结果前方卡车排着长队，大家都预感大事不妙啊！现在是凌晨1点半，又出幺蛾子了。前面这个318修路不准我们过去，大概还要30分钟才能通，在这等着呗。这段路确实应该修一修啊，非常烂。你知道凌晨3点坐车经过搓衣板路的滋味吗？这个就是，快来试试吧。凌晨3点50，终于到达了今晚的歇脚点染屋镇，然后点了一份青椒肉丝盖饭，非常难吃。攰，揾食啊，大佬！